大家好，好久没跟大家聊这个医疗相关的论文了啊。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医学研究的新发现。那么过去我给大家介绍过二甲双胍这个降糖药，而且我自己也吃过，它是为了减肥和提神儿啊。那它被称为呢是降糖药里边老前辈了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最新研究发现呢，它还有让人惊喜的新作用啊。首先我们讲个小故事啊，前几天在小区里边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了啊，他最近做体检，医生告诉他呢已经是代谢综合症了啊。这个老哥一听就担心啊，这是不是很严重啊？会不会变成糖尿病啊？他这个担心呢是不无道理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预防代谢综合症发展为糖尿病的重要研究。那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什么是代谢综合症啊，简单说就是身体的代谢出了问题，具体表现在5方面啊。血压、血糖、甘油三酯、胆固醇和腰围，符合这5项中的任意3项超标就可诊断。那具体来说呢，血压收缩压是大于13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大于85毫米汞柱，或者你正在服用降压药。空腹血糖大于或者等于5.6毫摩尔每升，或者正在服用降糖药。那甘油三酯呢，就是大于或等于1.7或者正在接受相关治疗。胆固醇呢，就是男的低于1.0毫摩尔每升，女的呢低于1.3毫摩尔每升，或者正在接受治疗。腰围呢是男性大于或者等于100公分，女性大于等于85公分啊。当然了，这是欧洲人的腰围了。那在中国的临床实践中呢，腰围的起点可能略有不同，建议采用的男性是大于90公分，女性呢还是85公分。所以这5项指标中的任意3项超标了，你就是得了代谢综合症了。这个病有多普遍呢？数据显示呢，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差不多每10个人就有7个符合代谢综合症的标准。那更加严重的是呢，得了代谢综合症，得糖尿病的风险就增加了5倍，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2.5倍，绝对不是一个让你掉以轻心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你中了几项啊？我是3项啊。这个血脂、胆固醇、这个腰围，而且这个我这50来岁这个年龄也接近目标了啊。所以这项咪的随机实验它是由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医疗机构共同完成的。主要作者呢来自于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包括Patrizia Passanis 和这个 Angiolio Oliveira2位共同一作，以及通信作者Ivan Baldassari 那么研究团队就整合了多个领域的专家包括实验肿瘤学、流行病学、数据科学诊断服务这些部门的研究人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团队还包括来自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专家。那么他们在卫生研究方法和群症医学方面呢提供重要支持。那现在我们具体说说这项新研究那这是一项在意大利进行的大规模的临床实验。研究人员呢一共招募了1442位有代谢综合症的50到79岁的老年人，把他们分成4组。第一组只吃二甲双胍加改善饮食，第二组只吃二甲双胍，第三组只改善饮食，第四组什么都不做就是吃安慰剂。那研究人员一共用了5年时间，跟踪观察这些人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一个让人振奋人心的现象就是在服用二甲双胍的人群中发展为糖尿病的风险大大降低。具体来说如果只服用二甲双胍，可以降低80%的糖尿病风险。如果再配合改善饮食，甚至可以降低92%的风险。你打个比方在不吃二甲双胍的这个2组人里边，48个人发展了糖尿病，而在吃二甲双胍的2组里面，只有7个人得了糖尿病。那这个差别是不是很惊人那你可能会问这个二甲双胍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是吧？这就要说到糖尿病它是怎么形成的了。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精密的加工厂，那糖分是主要的能源。正常情况下，胰岛素呢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糖分进入细胞，给身体提供能量。但是在代谢综合症的患者身上这个过程就出了问题了。细胞呢对胰岛素不那么敏感了，就所谓胰岛素抵抗那么胰腺呢也慢慢就疲惫了。
产生的胰岛素就不够用，最后就导致血糖升高，发展成糖尿病。二甲双胍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第一，它就是能量代谢调节。二甲双胍啊，通过上调适应性的产生作用，增加能量代谢。那第二个呢，就是抑制的脂质合成，通过激活 AMPK， 就是 AMP 活化蛋白激酶，促进脂肪酸氧化。第三啊，是食欲相关的机制那么它就是在细胞中啊诱导你产生了 N 乳腺苯丙氨酸啊，这是一种抑制食欲的代谢物。最后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体重控制作用了啊。研究表明啊，服用二甲双胍的总体重、BMI 和腰围都显著降低，这可能是通过以上这些机制是共同作用实现的。那么在服用二甲双胍有没有副作用呢？研究显示呢，绝大多数人都能很好的耐受。研究中啊，采用了一种渐进式的用药方案，第一个月每天吃500毫克，差不多1片啊。接下来每个月增加到，接下第二个月啊，增850毫克，最后达到每天1700毫克，这3片了啊。当然了，有少数人啊，大概2%吧，会出现轻微的胃肠道反应啊，这是二甲双胍的一个主要副作用啊。但是通过调整剂量呢，基本都能解决啊。这说明啊，医生指导下服用二甲双胍是比较安全的。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项研究还发现呢，如果呀能把二甲双胍和健康的饮食方式结合起来，效果会特别好。研究中啊，采用的是地中海式的饮食，这种饮食方法呢，最早呢它是来自于地中海沿岸国家，现在呢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最健康的饮食模式之一。那么什么是地中海饮食呢？它跟我们平常的饮食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我给大家详细说说啊，主要是首先啊，就主食的选择，以全谷物为主，比如说糙米、全麦面包。另外就是多吃豆类，像黄豆、扁豆这些，适量的薯类啊，最好是红薯、紫薯啊，这些营养更丰富。蔬菜水果方面，每天要吃大量的新鲜蔬菜，水果呢要当做主要的餐后甜点，特别是推荐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呀、西兰花啊这些。那蛋白质的来源啊，就是多吃鱼类，特别是富含欧米伽3的鱼啊，适量吃鸡肉和鸡蛋，少吃红肉，特别是加工肉制品。那么适量吃奶酪和酸奶。那么油脂的选择呢，就是以橄榄油为主的主要烹调用油，适量的吃坚果和种子，避免黄油和人造奶油。那么在调味方面呢，尽量用草药和香料来调味，少用盐，可以适量的饮用红酒啊。当然，如果没有这个饮酒禁忌的话啊，那有意思的是啊，这种饮食方式呢，其实跟我们传统中国的这个所谓食养的理念还是很像的啊，就讲究平衡，对吧？强调新鲜、天然、荤素搭配。研究发现啊，坚持这种饮食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还能改善血压、血糖，降低这个心脑血管的病的这个风险。所以在这项研究中呢，这个实验组的参与者每个月呢都会参加一次饮食指导的活动包括呢什么营养知识讲座、烹调课程、群体用餐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呢，不仅它教会大家如何健康饮食，也让整个过程变得更有趣儿、更容易坚持。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改变饮食习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研究显示单纯靠这个改善饮食的这个效果并不明显，但如果配用二甲双胍使用，效果就会大大提升。这告诉我们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适当的药物干预组合，那么是最佳的预防糖尿病的方案。当然了，最后我想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虽然这个研究结果还是比较振奋人心的，是吧？但是二甲双胍毕竟它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如果您发现自己可能有代谢综合征的症状建议及时呢去医院检查，听取医生的建议。预防它是胜于治疗的通过这项研究呢，我们看到了预防代谢相关疾病的这种新希望。不得当然最好了，只要我们及早的关注身体健康，
积极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我相信啊，能大大的降低这个患病风险，过上我们更健康、更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好吧？这是今天啊给大家分享内容啊，希望每一位朋友呢都能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啊，共同关注健康吧，我们远离疾病啊。如果您觉得这些信息呢对您身边的亲友有帮助呢，也记得给我们传播传播，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给健康加油！再会，拜拜。